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大头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现在夏末秋初，正是苹果应季的时候，我也是去果园摘了一些新鲜的苹果，打算把它们做成苹果派。酸甜可口又果香四溢的内馅，搭配有着浓郁黄油香气的焦酥派皮，大量水果堆叠做出的派，味道真的是美妙。上个月有观众想学简单版本的苹果派，其实如果不用自己动手做派皮，苹果派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甜点。你可以在超市买这种冷冻的酥皮或是派皮来使用，记得买黄油版本的更好吃。买不到的话，那就只能做一个不简单版本的苹果派。视频最后会有详细的派皮教程，简单易做，烘烤后香酥分层，不仅可以用来做今天的苹果派，还可以做去年我上传的焦糖南瓜派，都非常好吃。我这里2个圆形派盘的外径都是9寸的，不同的是一个浅一个深，馅料的用量会有所不同。苹果派是馅料与派皮一起进烤箱烘烤，我更喜欢用金属派盘，导热快，派的底部不容易变得湿软。今天的食谱是用于一个外径9寸、高度为3厘米的派盘。苹果的品种会影响你烘烤过后成品的质地与味道，像是这几个我从果园摘回来的苹果，它们之间的区别不仅是在颜色、大小这些外观上，味道、香气以及加热后的质地也是各不相同，偏酸还是偏甜，有没有更丰富的花香果香，烘烤后还能否保持形状，都是要根据使用目的考虑的因素。今天我用 Honey Crisp 来制作苹果派，它偏酸一点，烘烤后有更复合与丰富的花果香气，还能很好的保持形状。此外，还有一些是网络上大家比较推荐的用来做苹果派的品种，你可以去超市购买不同类型的苹果来尝试，做出符合你口味喜好的苹果派。1200克苹果去皮后切成块状，大一点、小一点或是切片都可以。最后苹果派吃的时候口感会略微不同。我是比较喜欢大块苹果烘烤后变软又有点弹性的那个口感，所以切成了块状。加入20克柠檬汁，120克细砂糖，1/2小勺肉桂粉，搅拌均匀。柠檬汁的酸味能更好地将苹果的味道凸显出来。如果你的苹果派做出来发现没什么果味，大概率是忘记放柠檬汁了。糖的用量根据你用的苹果的酸甜度也可以适当增减，我这份食谱做出来是偏酸的口味。肉桂粉算是比较传统的苹果派的香料，跟苹果搭配起来吃有一种香甜温暖的感觉，一闻到就觉得是秋冬的气息。其实我放的比较少，不想让肉桂的味道太强烈，掩盖掉苹果的香气。加入35克玉米淀粉拌匀，玉米淀粉能吸收苹果烘烤过程中析出的果汁，受热糊化后让果汁变得浓稠，包裹在苹果表面会非常好吃。搅拌好后放置到一旁备用。烤箱预热220摄氏度或425华氏度，烤架调整到中下层，把一个烤盘放到烤箱中一起预热。派在烘烤的时候果汁会溢出，需要有个烤盘接一下，避免弄脏烤箱。连同烤盘一起预热，也是为了派盘刚放进烤箱时底部受热更迅速，保持派皮的焦酥。取出一份做好的派皮，用擀面杖擀成边长至少12寸的大小，能擀成圆形就更好了。我擀面技术一直都不太好，就直接擀成方的，也一样能用。如果是超市购买的派皮，解冻后擀成同样大小就可以了。把擀好的派皮覆盖到派盘上，轻轻提起派皮的边缘，使其自然下落与底部贴紧。接着用手轻轻将派皮与派盘的侧壁按压紧实，多出来的部分待会儿会变成派的花边。
做好后放到冰箱冷藏，保持派皮中的黄油在进烤箱前都是低温的状态，是派能酥脆分层的关键。取出另一份派皮，擀成长12寸、宽10寸的长方形，最好擀得稍微大一些，方便把不均匀的边缘切掉。沿着长边均匀分成8份，这样我们就获得了8条用来做派表面网格的面片。将做好的苹果倒进派盘，苹果用量很多，会堆叠到中间隆起。因为烘烤后苹果会缩水塌陷下去，所以这里馅料一定要多。拍视频耽搁久了，苹果有些出水，我也就都倒了进去。你在制作时可以先把派皮擀好，再制作馅料。取4条面片，平行摆放在派的表面。交替掀开13和24两条面片，把剩余4条也摆放上去。稍微调整一下位置，我们就获得了一个派的经典格纹装饰。沿着边缘的地方将上下派皮捏合起来，用剪刀修剪成圆形，剪去过长的部分，留大约2到3厘米的长度。将边缘反折过去，轻轻压紧在派的边缘。可以用手指沿着边缘做出波浪形的造型，不仅是为了美观，也是再次压紧派皮的边缘，防止烘烤过程中派皮膨胀散开。一个鸡蛋打散，用刷子均匀地在派的表面刷上一层蛋液，撒上粗颗粒的砂糖，放入预热好的烤箱中烘烤20分钟，然后将烤箱温度调整到190摄氏度或375华氏度，继续烘烤45分钟到1小时左右，直到派皮表面呈现深焦褐色，同时能看到派边缘的果汁沸腾。此时你的屋子里一定满是黄油与水果的香气，但一定要忍住，让派冷却到室温再享用。冷却的过程中，果汁中的果胶与糊化后的玉米淀粉共同作用，让果汁凝固，切的时候就不会流得到处都是。这个派不仅表面焦酥，底部也是同样酥脆，完全不会变得湿软。我选择的苹果品种烘烤后依然是完整的块状，口感变得柔软又有一点弹性，酸甜的味道与果香在烘烤后得到浓缩，实在是非常满足。视频最后，我当然也没忘记放上派皮的制作教程。中筋面粉350克，加入25克细砂糖与3克盐，搅拌均匀。加入250克无盐黄油，黄油提前用刀切成薄片，在使用前都放到冰箱保持冷藏。用面粉把黄油包裹起来，如果你手温比较高的话，可以像我一样戴个手套来操作，避免黄油过快融化。分次加入冰水，冰水的用量与你面粉的吸水能力有关。我一共使用了大约160克的冰水，你可以大概参考一下这个用量。水的用量宁可稍微少一些，也不要过多，否则面团特别湿软就没办法操作，同时也会让烤出的派皮不够焦酥分层。值得注意的是，操作过程中黄油会不可避免的融化一点，所以最后面团的状态会比你操作前看到的要更湿软一些。
边加水边搅拌，让水分分布更加均匀，能更方便判断。转移到案板上，不需要揉面，只需要将面聚拢到一起压扁，然后折叠。重复这个操作，直到面团比较均匀就好了。经过一番操作，黄油有些变软，包上保鲜膜，把面团放入冰箱冷冻室冷冻20分钟。保持面团低温，不让黄油过度融化，是派皮能够酥脆的关键。20分钟后取出面团，此时黄油已经冷却，面团中的水分也分布更加均匀。用擀面杖擀成大约15厘米宽、40厘米长的长方形，不需要太精确。沿着长边进行3折，旋转90度，擀成同样大小的长方形。继续3折，轻轻擀几下，让面团每层之间结合紧密。把面团分成2份，分别包上保鲜膜，放入冰箱冷藏至少2小时就可以食用了。派皮可以提前2-3天制作，这样在做派的日子里就可以省时省力。那今天的视频就是这样，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并关注我的频道。我是大头，我们下期再见。